太子知道救他的盲女是来攻略他的，可我毫不知情。他当着他的面同我定亲成婚，甚至生了一个孩子，忍着不对他心动。终于盲女攻略失败，再也离不开。太子立刻卸下伪装，他杀死我，灭我全族，将我生生凌虐致死。谁让你占了舒儿的位置？再次醒来，我在金銮殿内长跪不起。盲女救驾有功，求陛下赐盲女为太子侍妾。臣女无法生育，求陛下赐臣女和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被打入冷宫这日，雪下得很大。太监推搡着将我踹进破屋，临走前还扔给我一个血淋淋的包袱。我脸色煞白，颤颤巍巍掀开，只看到被挖了眼珠的妻儿。她双目成了血窟，唇色惨白，早已断了声息。我抱着血淋淋的妻儿，悲痛哭嚎。她不过5岁，粉雕玉琢的，那么可爱，竟被自己的亲父折磨而死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是清河崔氏嫡女，本是许了琅琊王氏的嫡长子的，是太子亲自选的我，亲自立我为太子妃。太子待我如珠如宝，为了我没有那一位侧室，遑论通房侍妾。生前那日，太子更是丢下监国政务，从朝堂一路狂奔回东宫，激动得落了泪。可到头来废掉我的是他，灭我全族的是他，虐杀其儿的也是他。我想不通。我直直看向太子裴承乾，怒吼出声：到底是为什么啊？裴承乾眸色闪过痛意，面色比我还沉重，转而又化作刺骨的冷意。谁让你占了舒儿的位置？舒儿，那个追在太子身后10年，爱而不得又锲而不舍的盲女。可太子明明厌极了她，对她不是冷惧就是羞辱，他怎会为了她如此？裴承乾合了合眼眸，悲悯地看向我。舒儿是攻略者，得到姑的爱意便攻略成功，可以离开这个世界。姑怎么舍得他离开？你的存在就是为了告诉他和那个所谓的系统，姑根本不爱他，如此姑终于留下了他。他好似给了我莫大的恩典，若不是他，你根本当不了太子妃。我费了些力气才明白，他口中的攻略者是什么意思。恍然梦醒，原来他的所有爱意和疼宠都不过是做了一场戏而已，都是假的。风骤起，吹开了门扇，带着彻骨的凉意飘进了些许雪花。林月书一袭盈盈白衣，映着洁白的雪景，踏足而来，优雅又圣洁。她施施然站到我面前，眼神光彩熠熠，再没有一丝茫然的朦胧。她笑着说：你儿子的眼睛，本宫用着甚好。我大彻大悟，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？你有没有恨过一个人？其实那本是他们2人的爱恨纠葛，我不过一个路人，却被太子拉进来充当刺激盲女的工具，是一场赤裸裸的阴谋。打打我死在了那个雪天，抱着血淋淋的妻儿被乱箭穿心而死，含恨而终。达达娘娘，那盲女又来给殿下送点心了。婢女哀怨的声音响起，我却有些迷惘。刺眼的阳光穿破眼睑直射着我，我下意识抬手遮挡，透过纸隙，太阳犹如一轮火球，炽热耀眼。满手的血迹不见，冰冷的雪天不见，刺骨的背叛亦不见。上一世的血雨腥风都被炽热的阳光阻隔消融。如今的我还是刚刚成婚，娘家手握权柄，太子宠爱入骨，被整个圣经羡慕又忌惮的太子妃清河崔氏崔婉清。如今太子还没有能力撼动我崔氏分毫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娘娘，你这次可再不能由着他了，他就不是好人。婢女忧心劝说。我抬眸看向来人，一袭白衣，手持竹杖，一双杏眸朦胧，却水光潋滟，似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水仙，清灵灵的好看。林月书提着食盒，笑得理所当然。听闻殿下近日食欲不佳，我做了些开胃小食送给殿下。换做前世，我定是同情他为情所困，早早接下食盒安慰。可这一次我没有，我淡定地喝着茶，眼皮都没掀。林月书生生举着食盒，站了许久。达达裴承乾恰好从外院回来，看到林月书，瞬间了然情况。他皱了皱眉，眸色闪过厌恶。
一介乡野村姑也配几姑做善事？林月书脸色刹那惨白，咬唇委屈，那眼尾的嫣红，神情的倔强，与上一世一模一样。殿下，你若看看这野菜饼，也许会有些食欲呢。那故作坚强的语气，同上一世如出一辙。裴承前皱着眉，顿了一下，过了须臾，冷冷开口：什么脏东西，竟也敢拿到东宫？上一世，我觉着裴承前话语太过冷漠，因着世家大族的教养，我总会劝上一劝。殿下言语未免太过激了些，我看这野菜饼甚是新奇有趣，就留下来给我尝尝吧。裴承前总是会无可奈何地宠着我，婉婉喜欢，那自是可以留下的。只要婉婉喜欢的东西，纵使上天入地菇都要找来送给婉婉。她神情柔得滴水，是那么情真意切，可原来都不过是做戏给林月书看的。只有我当了真。达达林月书倔强地站着，犹如一轮孤月。裴承前满眼冷冽，转眸看向我时，似隐隐等待着什么。我平静回望，抿嘴不语。他等着我给他递台阶，好让林月书的东西能留下来。他实是爱惨了他，可如今我怎会如他的意？这一次，我脸眸吹茶，漫不经心地顺着他说：殿下食欲不佳，自有太医院和御膳房上心，林姑娘是操的哪份心？二人愣住。我继续道：殿下如此不喜林姑娘，不如本宫给她赐装婚事。裴承前持盏的手下一时握紧，我恍若不知。林姑娘出身平民，身份是低了些，但好歹救驾有功，和该许个好人家。正好本宫的庶弟中了进士，前途光明，不如就赐给本宫庶弟吧。他，裴承前手中的茶盏霎时碎了一地。他讨饶地笑了笑，婉婉莫怪，姑一时不慎，手滑了。而后假意打趣道：婉婉是吃味了吗？婉婉向来贤淑大气，总不会是嫉妒他曾和姑在乡野待过些时日吧？婉婉竟也学会开玩笑了。野菜饼的苦味染上了我的鼻梢，苦涩难闻。我垂眸理了理衣袖，没有理他。裴承前以为我默认了，他捏了捏我的脸颊，爽朗一笑，语气无尽宠溺：你啊你！而后眼眸冰冷地甩了林月书一刀，剑臂还不快退下。林月书满眼蓄泪，扔下食盒快步离去，没有看到裴承前落在他身上的沉沉眼神。达达上一世他二人不欢而散，我不曾留意什么。这一世我静静跟了上去。林月书果然没走，他在假山阴影处拦住裴承前，凄凄切切地问他：裴承前，你是爱我的对不对？你曾捧着我做的野菜饼，说这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东西，说你三生有幸遇见我，说你爱我。你不过是知道了我攻略你的事情，心中介意我对你是否真心，所以才会怪我。你娶崔婉清为妻，不过是因为她笑起来的酒窝像极了我。是也不是，怪不得裴承前总是夸我笑起来最是好看，怪不得林月书独独拿了野菜饼送裴承前，原来那是属于他们二人的情深记忆。达达带太子离去，我拦下林月书：林姑娘对殿下的情谊，本宫看得真切，甚是动容。而本宫瞧着殿下心中也不像是没有姑娘的。林月书疑惑：娘娘这是何意？我拍了拍她的手：不若本宫做一次成人之美的君子，帮你得偿所愿，本宫可以为你和太子请旨赐婚，让你做他的太子妃。林月书的攻略任务有2个，其一是坐上太子妃之位，其二是让裴承前动心。做了太子妃，林月书的攻略就成功了一半。假以时日，朝夕相处间，裴承前难免心中松动，完全攻略成功便不在话下。所以林月书心动极了，但她还是克制地问我：娘娘是在开玩笑吗？我眼神沉静，声音微凉：不，本宫从不与人玩笑。林月书俯首下跪，拜伏在地：月书叩谢娘娘大恩，没齿难忘。没齿难忘，的确没齿难忘。达达前世临死前，林月书也曾单独找到我，她神色倨傲，语气调侃：其实我这双眼睛系统早就给我治好了，不过是为了博裴承前的怜爱，我才继续装下。你儿子的眼睛我本不需要的，可是我就是恨啊。他的声音越来越急：我恨你帮他的诓我，
害我攻略失败，再也回不了家。我恨到头来和他相爱相守，可他的童子身不是属于我的，他的第一个孩儿不是我生的，他的元气之位不是我的，都怪你，所以我要让你痛不欲生，肝肠寸断。我气红了眼，哀嚎嘶吼。林月书心满意足地走了。我拼尽最后的力气，拿着匕首追上林月书，一刀捅过去。可我还未碰到他，就被裴承前的御林军乱箭射死，鲜血流了一地。明明是他们二人的爱恨情仇，虐恋情深，明明是他们将我拖进了这滩浑水之中，到头来他们修成正果，而我家族覆灭，失去一切，被他们为爱献祭，当真是没齿难忘。鞑靼皇帝的万寿宴，我带着林月书进宫，裴承前蹙眉不悦：“你怎带这个贱婢入宫了？”我安抚他：“林姑娘是有功之人，何该入宴？”裴承前不悦地点点头，闭眸不言。突然马匹受惊，整个车厢剧烈颠簸，整架马车翻倒在地。裴承前下意识护住我，而林月书却被甩出马车，擦伤了手臂。裴承前焦急地问我：“婉婉可有受伤？”满目担忧。我心中嗤笑，他倒是做戏做得够全。明明林月书的距离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，却还是要假意关心一声。我摇摇头示意没事，没再理他。休整一番后，众人重新启程。林月书脸色铁青地上了另一架马车。裴承前不以为意的闭眸小憩，可我却看到，不起眼的角落里，他将自己的手都掐红了。我平静开口：“殿下，妾身从不开玩笑。”裴承前有些发懵：“什么？”我继续道：“那日说给林姑娘赐婚，妾身并没有开玩笑。”我歪着头，很是无辜。殿下既然那么厌恶林姑娘的痴缠，应当很是乐见其成吧？裴承前的一双凤眸沉了下来，漆黑如深潭。婉婉，你变了，你往日的贤良淑德、端庄大气，都是装的吗？若是如此，那姑当真是看走了眼，心悦错了人。我理了理衣摆上的折痕，淡声问道：“殿下不是厌恶林姑娘的吗？为何反应这么大？”裴承前一噎，顿住，他挂上温柔笑意，安抚道：“姑只是觉得乱点鸳鸯谱未免有些任性。”我轻呵出声，没理会他，转身下了马车。他扣住我的手腕，冷声道：“姑是厌恶他，但是姑也绝不允许你随意处置他。”我狠狠抽开手，冷冷看了他一眼。许是这一眼太过凉薄，他竟一时没有回过神来。宫宴开始，宾朋满座，边关却传来战报：我阿兄与北凉大战大胜，现已班师回朝；我小叔成功镇压南疆叛乱，现已稳坐蜀中。皇帝大喜，加赐崔氏一族丹书铁券1枚。皇帝看到席上的我，笑呵呵道：“太子妃可有想要的赏赐？”尽管开口。无人注意的角落，林月书满目期待，他以为我要请赐她为太子妃。裴承前的脸色却沉得厉害，他低声威胁：“崔婉清，你若敢提出给林月书赐婚他人，姑便再也不踏入正房半步。”他笃定了我还爱他。我抬步走到大殿中央，俯首一拜：“启禀陛下，臣女得知1年前太子受伤，被盲女林月书所救，两人因此情谊相许，令臣女甚是感动。”我重重一磕：“盲女救驾有功，求陛下赐盲女为太子侍妾。臣女无法生育，求陛下赐臣女和离。”宫宴丝竹声骤停，达达良久，皇帝才找回声音：“太子妃可是当真？一国太子妃自请和离，亘古未有。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带着前太子妃的头衔，名声尽毁，绝无改嫁的可能，只有一身的是非议论，如影相随。我再拜，异常坚决。臣女句句发自肺腑，还请陛下成全。崔家势大，如今更是功高震主，权势滔天，皇帝是不愿意让这样的世家成为未来皇后的母家的。外戚独大是大忌讳，所以皇帝假意劝说了一回，便从善如流的答允了。裴承前的脸青得厉害，凤眸如深潭，晦暗不明。林月书满面苍白，看向我的目光藏着怨毒。回到东宫，院中乌鸦飞过，尽是寂落。裴承前陡然扣住我的手腕，
红着眼问我为什么。我能理解他困惑我为何突然醒悟离去，可我不懂他眼中的伤情和落寞是为了什么。明明我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罢了，明明他是可以有很多方法留住林月书的。时间如凝滞的河流，我拂开他的手，驻足回望，平静道：殿下，你爱林月书，对吗？可你骗我，我最讨厌人欺骗了。如此便恩断义绝吧。达达裴承前定在原地，神色冻住，他的眼眸里是我看不懂的波涛暗涌。他嘴唇微张了几下，却始终没有说出口。良久，他轻声道：也好。他转身离去，背影尽是孤绝。没多久，林月书闯了进来，他满面愤怒，质问我：崔婉清，你骗我！是你说要让我做太子妃的，你出尔反尔，竟然让我做妾，你真是个尖酸狡诈的。他不等他说完，我一个巴掌上去，冷声道：聒噪！他尖叫出声，你！我上手死死掐住他的下巴，害得他镇住。你可以骗本宫说你和殿下清清白白，骗本宫说你是单相思，本宫骗回去就错了。我松开手，垂眸理了理衣袖。何况本宫也不算骗你，本宫到底还是让你和太子殿下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，不是吗？以你的身份，能做太子侍妾已是祖坟冒烟，你还真以为你能做太子妃？林月书一身白衣，却再无往日的出尘，她狼狈地捂着脸，满面憎恨。若不是你，我定能做太子妃。他皱了皱眉，你莫不是发现太子爱的人是我后，就以退为进，以和离作为钩子，诱导太子对你上心吧？他站直身体，神色鄙夷。崔婉清，你做梦！你以为欲擒故纵就能让他抛弃我爱上你吗？不，他注定是属于我的，他只能爱我。他的神情越来越自信。这次和离，他不会在意，也不会拦你。你让我做妾又怎样？我照样可以让太子立我为太子妃。我皱眉，滚！林月书一噎，不甘心又气焰嚣张地走了。婢女看不过，娘娘，你怎么能由着他这样的人嫁给殿下，而你却离开呢？我摇摇头，以后不要再唤我娘娘。前世因着我崔家助力，裴承前才能在危机四伏的东宫之位上，安安稳稳地和林月书上演虐恋情深。如今我倒要看看，没了崔家保驾护航，他还有没有闲心和林月书拉扯？我要看看他们的爱情有多坚不可摧。达达和离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父亲母亲很快从清河赶来。母亲满目担忧，我儿受委屈了。父亲扼腕，若早知太子不堪托付，为父绝不会让你嫁入皇家。他们没有疑虑我为何如此莽撞和离，亦没有责怪我处事太过急切，不与他们商议，更没有因可能得罪皇家牵累崔家一族而埋怨我。他们满心满眼只有对我的担心，从不拿世家中的权衡利弊待我。可就这般疼我的父母，却被裴承前害得惨死流放之地，我怎能不恨？眼角湿润，我抱住母亲，母亲，女儿想回家。母亲和父亲对视了一眼，忙道：青儿莫怕，咱们这就回家。阿兄在盛京有府邸，我们便搬了进去。没过2日，和离的圣旨下达，自此我和裴承前再无干系。达达清冷雨天，母亲带我去千佛山上香。山中烟云缭绕，人影绰绰，明明刚才还人声鼎沸，走着走着就陡然寂静了下来。我回首，母亲和婢女早已不见所踪。寺庙钟声响起，悠扬旷古，一黑色人影在山间烟云中显现出来，身姿挺拔，朗朗昭昭，眉若墨画，眸如点漆，鬓若刀裁，端地是一副好样貌。是王易之。母亲她竟藏着让我改嫁的心思。我轻叹一声，俯身施礼，见过首辅大人。琅琊王家嫡长子王易之，入阁3年便已做到了首辅的位置。圣人皮囊，魔鬼心肠，不好应付。王易之定定看着我，眸色转暖，崔姑娘，好久不见。我没有回应，施礼后就要离去，却被拦住。崔姑娘，你我联盟，可助崔氏急流勇退，保全全族。我转眸，何意？扶持小皇子登基，
我保崔氏一族安然隐退。我挑眉，不愧是最喜权柄的权臣，目光放在携小皇子上位后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上，口气真大。只是他的承诺可信吗？我抿唇敛眸，那就要看首辅大人的诚意了。王一之眉稍微抬，眸中笑意更深，不复平时的冰冷。他温声道：好。如珠如玉。达达没2日，他给我送来一封信。1年前太子遇刺，乃盲女林月书所为，人证已在手中。寥寥数字，却在我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王一之竟对我的心思把握得如此之准，还能如此之快查得真相，找到人证。我的确怀疑此事良久，奈何一直未查到蛛丝马迹。如此，那我便不客气了。我回信，帮我寻一位道士。当晚他就捎了信来，4月初7，敬请期待。我低眸，他找人的速度倒是挺快。前世我曾问裴承前，你就那么爱他？他点头点得干脆。是，天底下再没有比淑儿待姑更真心的了。你我之间不过是因为姑点了你为太子妃，你成了姑的妻子，所以才会在意我，你爱的不过是你的丈夫。可淑儿不是，无论姑是谁，无论姑和他是否成婚，他都会不顾一切的救我，待我好。他爱的只是我这个人，这般纯粹干净的爱意，姑怎可辜负？所以他就选择辜负我，让我悲绝至死。这一世我要好好看看，他看着林月书的那张脸，是否还能说出纯粹干净这4个字来。达4月初7是东宫去玉清观祈福的日子。传闻太子携太子侍妾在上山路上偶遇一白眉道士，道士观太子侍妾面貌，说其是天生奉命，早晚一飞冲天。很快，百姓们议论纷纷，都在说盲女当年救得太子殿下是天赐的缘分，盲女就是天生奉命，何该立为太子妃？太子没有镇压流言，反而隐隐有纵容之意。皇帝大怒，在金銮殿上怒斥太子，说其色令智昏，败坏皇家声誉。太子当众为林月书辩驳，说林月书对其有救命之恩，举手投足更是有国母之风，乃天赐良缘。皇帝当场气了个仰倒。王一之的属官朝我学舌，庶子，一个瞎眼的贱婢也敢肖想太子妃之位，都是你给惯的。若处理不好这事，你的太子之位也别想要了。属官笑着跟我说，陛下这次是气狠了，可不得生气。刚刚和第一世家崔家和离，转眼就把一个瞎了眼的农女捧上手心，打了崔家的脸，就是打了所有世家的脸，更是打了皇家的脸。我脸眸不语，哪怕会丢了太子之位，裴承前也要护着林月书。他当真是爱极了林月书。达达只是，他不是要把林月书留在这个世界吗？为何如今就开始宠爱林月书，不再继续虐了？难道这一世林月书这么快就攻略失败了？我微微皱眉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他们2个血债血偿。天生奉命的流言愈演愈烈，太子开始出手镇压的时候，已经完全来不及。半个月后，一猎户女陡然出现，敲灯闻鼓，状告御状。民女沈怀书状告林月书夺我家产，杀我父母。而那猎户女的家，就是林月书救得太子后的落脚之处。林月书是为了搭上太子，才抢了猎户女的家产，杀了猎户女的父母。而此时，大理寺刚好抓住了1年前刺杀太子的杀手之一。那杀手随身携带的匕首，正与太子肩上的伤口吻合。杀手指认林月书雇佣他们追杀太子，逼太子跳落悬崖，再由林月书相救。整个圣经瞬时炸开。盲女救太子，竟是自导自演的戏码。那道士批命，岂不也是如此？太子震怒，脸色铁青，当即下令捉拿白眉道士。道士却不知所终，这笔账就算在了林月书头上。我很是想看看如今太子的脸究竟是有多青。王一之持茶盏递给我，清冷眉眼盈盈含着笑意，似是邀功道：如何？婉清可还满意？他竟敢直接唤我闺名，真是越来越放肆。我勾起唇角，接过茶盏，淡淡道：尚可。达达我和王一之的联盟顺利达成，只是没过2日，就传出太子和盲女和好的消息，说是太子相信盲女，爱重盲女，猎户女和杀手都被关进了监牢，
再无浪花传出。我叹了一声，他到底爱他至深。我做的这些倒是成了他们虐恋情深的考验了，真是恶心。6月，宫廷百花宴，皇帝皇后宴请百官，我和王懿之一道入宫赴宴。席间不断有议论声擦过耳际，这崔家姑娘不是对太子爱而不得后，又转眼看上首辅大人吧？管他呢，一个二家妇，咱们光风霁月的首辅大人才不会看上。林月书被众女眷围着，她随着众人的话头说：“崔姐姐，你怎做王大人身侧了？虽说你已嫁过人了，可名声还是要注意的。你不要名声，王大人还得要名声呢。”我凝眉欲开口，王懿之率先冷言道：“你不过一东宫侍妾，在崔姑娘面前连个烧火丫头都不如，哪来的脸面在崔姑娘面前开口的？”林月书的面色气得发红，你了半天也没说出半个字来。宴会开始，帝皇后以及太子一一入宴，众人这才散开。裴承乾面色发沉，显然是听到了刚才的议论。林月书娇弱地靠住他手臂，他低眸柔柔哄着。我的手泛冷，身体忍不住发颤。他们倒真是郎情妾意，上一世的鲜红血迹仿佛又出现在眼前。裴承乾和林月书杀了妻儿，又杀了我，一片血红。陛下，臣王懿之请求天子赐婚，赐臣和崔氏嫡长女缔结良缘。我一怔，众人旋即愣住。啪！太子手中的酒盏刹那倒地，达达皇帝从善如流的应允了。我回过神来，心中却突然间有些烦闷，便走到御花园顺气，手被人猛然扣住。你当真要嫁王懿之？声音冷冽。我回首，是裴承乾。我狠狠甩开他的手，冷声道：“同殿下有什么干系？”他抿起嘴角，眸色沉得厉害，一腔怒意直顶我的灵台。我愤懑发声：“殿下，你爱的人是林月书，如今你已得到所爱，还有何不满？你当初为何立我为妃？不过是为了气他，不过是因为我长得同他有几分像。你明明一点也不爱我，还要在我面前演戏，不累吗？如今我这个路人，我这个横亘在你们之间的拦路虎自动退出，你还有何不满？难道你还想吸干我们崔氏一族的血后才愿意放开我吗？你和你的心尖林姑娘虐恋情深，如今相爱相守，该满足了吧？”我的质问犹如洪水，一泻而出，直将裴承乾浇得通体发凉。他猛然哽住，仿若生出巨大悲痛，就要站立不住。他整个人浸在悲伤中，说不出半个字来。良久，久到整个御花园只听得到风声，久到我失去耐心，就要甩手离去。他忽然捏住我的衣角，低垂着脑袋，眼尾猩红，声音发颤：“不是的。”他止不住地哽咽了一下：“不是这样的，婉婉。”裴承乾双眸通红，大滴大滴的眼泪砸落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裴承乾哭，滚烫的，汹涌的。婉婉，姑对林月书从未动过情，从未。一向位高权重、冰冷金贵的太子，如今泪流满面，破碎又狼狈。可是姑的心不能由着姑。林月书是外来攻略者，姑要留下他，保证这个世界不会因他的离去而坍塌。他小心翼翼问我：“婉婉，你等等我，你莫要嫁给别人好不好？”打打我的心脏犹如被人攥了一下，猛然顿住，发疼发酸。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下，哭吼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你骗了我，你骗过我，你让我如何原谅你？”我在心中忍不住继续怒吼：“你还杀了我们的孩子，你还将我抄家灭族，你还杀了我！”我眼眸红得发狠，声音带着恨意，再次开口道：“我绝不会原谅你，更不会等你。你的理由也好，苦衷也罢，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平复下来，愤怒化为幽冷：“我嫁于谁，同你都没有半分干系。以后我就是王懿之的妻子，请太子殿下自重。”裴承乾整个人好似被扔进冰寒潭水之中，窒息得喘不上气来，眉眼尽是痛意。“婉婉，姑错了，姑不该刚愎自用，不该瞒着你欺骗你，姑应该在最初就告知你真相，同你一起面对。姑和该同你一同商议如何处理林月书的。”
生生悔恨。我合了合眼眸，最后一滴眼泪从眼角划过，砸落在地面。迟了，一切都迟了。前世已将路走绝走尽，再无回旋余地。达达我抬眸，平静回复：裴承前，你我恩断义绝，再无可能。我再不理他，转身离去，没有看到他落在我身上的沉沉眼神，偏执又疯魔。宫宴结束没几日，赐婚的旨意便下来了，婚期定在3个月后。时间有些仓促，我问王一之为何，他说：我怕煮熟的鸭子又飞了。我一时噎住，当年我和他本有婚约，半路却遭遇太子选妃，这才断了婚事。他倒是会打趣我。我凝眉不悦，首辅大人莫忘了，你我本是结盟关系，待小皇子登基，你我还是要和离的。如今我不会为了任何一个男人停留，我要带着爹娘和阿兄游览大好河山去。王一之眉眼微沉，嗓音有些发涩。我知道，我不会食言的。达半个月后，阿兄顺利抵达盛京，皇帝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，后续又是赏赐又是升迁。阿兄得我提醒，将赏赐和功劳能分的都分给了手下，又赐了一字并肩王的封号，只领了个武英侯爵位，为使得皇帝彻底安心，他还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上交了兵符。只是阿兄的兵可是只听人不看符，暗地里阿兄早已投靠了小皇子一党，前世属于裴承前的30万兵马彻底远离他而去。加之上一次的流言事件，让朝中的诸位手中贤臣对这位太子颇有微词，他的东宫之位已是摇摇欲坠了。一切都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，可我却总觉得不对劲。按照裴承前的说法，让林月书误会他爱他，然后又找理由折辱虐待林月书，是为了让他攻略失败，让他不能离开，从而不让这个世界坍塌。那前世林月书留下来后，裴承前又为何对我赶尽杀绝，甚至不惜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？是这一世的裴承前还不能完全知道真相，还是他依旧对我有所隐瞒？可他这一世早早就开始了对林月书的宠爱模式，早早就步入了后期。这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事？这个世界到底还会不会坍塌？这一切困惑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开。我找到王一之，我需要去东宫绑一个人。本不动声色持盏喝茶的人顿住，他眉峰微折，谁？林月书。他略一沉吟，便答道：好，后日在我府中见。我问他，你不问我为什么？他淡淡笑起来，不用问，我信你。我心中一涩，裴承前世不曾对我说过半句真话，不曾告诉我半个字真相，不就是不信我吗？与我10年同床共枕的人不信我，而王一之不过与我相处数月，便说他信我。我低垂下眸，温声道：谢谢。达王一之没能把林月书绑来，因为第2日一早裴承前就找到了我。晚，莫要再试探我，林月书目前还不能死。我冷眼看他，那你告知我所有真相。裴承前苦笑了下，婉对不起，我还不能说。待一切尘埃落定，我带你亲手了结了他，好吗？我冷哼出声，滚吧。裴承前的眸底晦暗不明，他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去，整个背影平添了一份萧索之意，好似他已是耄耋老人。前世的8月底，皇帝突发恶疾，彻底倒了下去，裴承前就是自那时开始监国。若他想夺权，彼时便是最好时机。而我的婚期正是8月中旬，婚后再布局一时来得及，可我就是惴惴不安。我便悄悄给阿兄递了一封密信。达3个月实在太快，婚期已至，宾朋满座，满堂喜色，迎亲拜堂，入洞房。新郎在外间答谢宾客，我在房内等待暗夜降临。人声鼎沸，熙熙攘攘，我却一片平静。咻！霎时，一声信号弹响彻云天，脚步声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多。我推开房门，是官兵。裴承前把所有人牢牢控制住，一步步缓缓朝我走来。他关上门，把我抵在床上，眉眼尽是疯狂，要么退亲，要么孤杀了他。我狠狠皱眉，高声道：你疯了吗？
你忘记你还要留住林月书，拯救这个世界吗？你现在是在做什么？裴承前不慌不忙地欣赏着我。婉婉，你今日的装扮和嫁给我那日一样好看。他猛地抱住我，仿若用尽全身力气要将我揉碎进他的身体，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他靠在我耳边，轻声道：前世是姑动作慢了，这一世不会，姑会护住你的。我立时定住，心中犹如一颗炸弹剧烈炸开，直叫我惊在原地。裴承前是几时重生的？达达震惊过后，是滔天的恨意汹涌而出。我用尽全身力气踹开他，满腔怒意：你灭我全族，杀死琪儿，又杀了我，你哪来的脸求我原谅？我一巴掌拍他脸上。琪儿那般冰雪可爱，他可是你的亲生子啊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裴承前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满目苦涩，声音尽是癫狂。可那又怎样？我喜欢琪儿，但我更爱你。若是只有孩子而没有你，我宁愿死。他顿住，满面悲怆。可是我还是低估了林月书的狠辣，他竟然杀了琪儿后依旧不放过你，我恨毒了他。我闭眸，明明是你带人将我射杀，如何怪得到林月书头上？裴承前止不住的摇头，我没料到御林军首领也被林月书收买了，我没来及阻止，对不起。我摇摇头，擦干眼泪，无尽失望。裴承前，你总是有理由。我直视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你我今生不死不休。裴承前突然笑起来，笑得邪肆，笑得猖狂。没关系，我们这辈子有的是时间。他站直身躯，抬手朝我伸来。婉婉，来吧，来做朕的皇后。我眉头一跳，你什么意思？达达他笑得满足。上一世最后我才明白，只要我坐上那个位置，我就可以获得这个世界的主角能量，我就可以强行剥离林月书和系统，让他再也离不开，从而保全这个世界，保全你。我心中有什么一闪而过，我问他，只要主角能量就可以，是吗？他点点头，是的。我挑眉，所以我也可以，不对，准确地说，我们也可以。他皱眉，你什么意思？咻咻咻！不待我说话，外面传来3声信号弹的声音。看来阿兄成功夺回了皇宫和京城军权，我的布局没白费。皇帝如洪钟的声音震天响起：逆子，你竟敢囚禁朕，竟敢逼宫篡位，简直反了天了！来人，将废太子打入天牢！裴承前满目震惊，怎么会？他看向我，看我稳坐钓鱼台，瞬间了然。我竟不知婉婉何时心计如此了得。我没理会他，他被御林军捆住，直直跪在地上。皇帝滔滔不绝地数落他的罪行，他却独独看向我。他说：婉婉，你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个世界坍塌呢？他还认为只有他才能救这个世界。皇帝皱眉，真是疯魔了，还在这胡言乱语，快给朕带走，快带走！他不会明白，既然只要主角力量就可以，那一个世界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主角？谁坐上那个位置，谁当权，谁就可以是主角。哪怕只是平头百姓，在他们的人生里，他们亦是这个世界的主角。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主角能量。达达我抓了林月书，逼他让系统出来和我交换。他实在是胆小极了，只不过用10大酷刑吓了吓他，他就立马将系统换了出来。系统创造这个世界目的是以攻略者为媒介，获得这个世界的主角能量，以此来供给系统运转下去。如今我和王一之加上小皇子，不对，如今是小太子了，3个人的能量刚好足够系统所需。我警告系统，若能将这个世界同你们系统割断，成为独立的小世界，再不受攻略者影响，我们3个给你所有能量也在所不惜。若是不能，那就同归于尽，我杀了林月书，让你逃无可逃。系统也是第一次遇到小世界主角觉醒这么多的情况，本身已经很是慌乱，听闻后忙不迭地选择前者。贞镜27年，太宗皇帝崩，年仅13岁的小太子继位，改元元安，首辅王一之成为辅政大臣。元安1年，我同王一之、小皇帝和系统做了交换，系统顺利切断同小世界的联系，将牺牲品林月书丢在这个世界后落荒而逃。暗无天日的地牢，
我手持匕首，亲手将林月书的眼睛深挖了下来。啊，为什么？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，为何还要挖了我的眼睛？我看着手中的眼珠，冷笑出声。为什么？为了我最爱的人。琪儿，母妃替你报仇了。若有轮回，不要再做母妃的孩儿，去找一个护得住你的双亲，安享一生。裴承乾被幽禁在皇陵之中，若无意外，他这一生都将在这里度过。他看到我的到来，眼眸迸发出光亮来。婉婉，你还是在意我的是不是？我平静地摇摇头。我来是来告诉你，若非你的刚愎自用、自以为是，琪儿不会死，我也根本不会走到这一步。而今这个样子，都是你一手造成的，你怨不得任何人，包括那个鬼系统。听到这一番话，他狠狠怔住，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，像是崩断了脑中最后一根名为理智的弦。许久，他才张口：婉婉，对不起。我没理他，转身步入廊道，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里。打打我同王一之顺利退亲，他欲言又止，最后到底是什么也没说。阿兄和小叔听我的话辞官归隐，崔氏一族就此蛰伏下来。我带着父亲母亲和阿兄离开盛京，开启游览江山之旅。元安3年，废太子裴承乾病逝于皇陵。临死之前，他请求王一之带御林军到皇陵，将他乱箭射死。王一之不理解，裴承乾只淡淡的说：“我只是想赎罪。”王一之写信将此事告诉我时，我正在漠北骑马游山。我将信纸撕碎，扔进了风中。一场孽缘，就此了结吧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